大家好，我是妙蛙种子王小米。今天这期呢，我们来聊一下近几年很流行的一个话题——黑话。黑话呢是最近以来很频繁听到的一个词汇，特别适用于各类很刺激，然后各种爽文、爽剧。无论是从现在起，请叫我钮祜禄，还是这一次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我们集体潜意识中对受欢迎的审美趋势呢，已经从过去的那种玛丽苏小白花，转变为对内核强大、手段毒辣、遵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的超级大女主、大男主的一种推崇。黑化呢，也逐渐成为了绝对力量的象征，甚至有许多人在现实生活中也开始去遵循这样的一个底层逻辑，不再想做一个任人摆布和被道德绑架的软柿子，适时的去展露锋芒，甚至能够让我们在人性的博弈当中呢，不再成为那个任人宰割的羔羊。然而，黑化它未必是真正的逆袭，在黑化之外呢，还存在一条通向无敌的道路。今天这个视频呢，我们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条无敌之道。在分享无敌之道之前呢，我们先要去深入的了解一下什么是真正的黑化，人为何会黑化，以及黑化如何在某种程度上赋予我们绝对力量。提及黑化，我们不得不从根源谈起，就是心理创伤。心理创伤呢，是一种对个体心灵产生持续而深远影响的负面经历。这些经历通常是极端的，并且是让人觉得很痛苦的一些事件，可能在我们自己的情感认知或者说是行为层面呢，引发了长期的一种心理不适。心理创伤的根源呢是多种多样的，很严重的包括比如说灾难啊，或者说是一些意外的事件，家人的离世。而较为日常的包括可能受到亲近人的 PUA、 抛弃、诋毁、不接纳、失恋，或者说是原生家庭的不和谐等等。今天我们重点讨论呢，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更为常见的这些心理创伤。这类心理创伤有时可能不太明显，因为在旧有的这种三维模式的体验里面呢，它可能已经成为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业力纠缠。然而在长期的这种状态下生活，我们的潜意识逐渐形成了以下三种不同的创伤反应。第一种呢，叫做受害者模式。在受害者模式中，我们会把自己看作是那个被害者，对自身呢产生非常负面的认知。这种模式下呢，我们可能会感觉到很无助啊、无能，经常陷入一种自怨自哀的情绪中。我们可能会将过去的创伤视为命运对我们的不公，觉得我们是这个命运的一种牺牲品。在这种心理状态下，我们缺乏对自身情况的客观认知，过度的强调自己的弱势，难以积极面对生活里面的很多挑战。第二种呢是回避模式。回避模式下呢，我们会试图通过回避、逃避创伤的回忆和情感来维持心理的一个平衡。我们可能会选择忽视或者说是否认创伤的存在，避免谈及过去的痛苦经历。更重要的是避免去理解和释放这些创伤的情绪，会产生一种鸵鸟的效应，看不到就是不存在。虽然这种模式在短期内可能会带来一定的缓解，但长期来看，回避可能阻碍我们正视和处理创伤。过度的压抑呢，会影响我们的心理健康。第三种呢，就是我们开头所跟大家聊到的，现在大家都非常效仿的黑化模式。在这个模式当中呢，愤怒是情绪的主导因素。我们从自怨自哀的那种受害者状态，或者说是冷漠避世的模式中崛起，开始认识到我们有力量去反击啊。在愤怒的情绪激发下，我们培养出强烈的对抗心理，可能会采取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态度来应对曾经的那些施虐者，有时甚至让施虐者感到很恐惧。在对方的恐惧和我们内心愤怒反抗能量的交互作用下呢，我们可能在心理上体验到了一种很爽的无比强大的感觉。正如之前我所强调的，适度的去释放这种攻击性，或者说是建立一个边界感，是一种健康的心理模式。在黑化的过程中，我们容易陷入非黑即白的一个思维模式，对待他人呢也会变得很怀疑，然后敌对。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过度的愤怒可能会导致个体
难以真正的去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并增加进一步心理创伤的一个风险。换句话说，我们最终可能会变成我们曾经最讨厌的那个人，也就是那个施虐者。通过上面追溯的各种创伤反应的根源，不难看出来，黑化不过只是一种创伤的反应，它离真正的力量其实还差108000里。虽然它是我们从受害者的这种思维慢慢脱离出来，进阶到下一步的一个过程，但这个呢，它不是终极目标，并且它就像一把双刃剑，很可能是杀敌1000，自损800。下面我来告诉大家什么才是真正的无敌之道。真正的无敌需要我们修无漏之身。无漏之身从佛学的角度指的是达到涅槃解脱的状态，摆脱了轮回的苦难，不再受到贪嗔痴无明等烦恼的这些束缚。但是通俗易懂的来说，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无漏嘛，没有漏。什么是有漏？每一个心理创伤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没有愈合的部分，它就是一个漏。这样的漏在吸引力法则的作用下，就会继续去吸引和它共振的人和事来到我们的生命里，继续循环上演同类的伤害，来强化和加固我们潜意识里不配得感、各种负面的信念。修无漏之身，顾名思义，我们需要先补漏。虽然在灵魂的意义上，我们每个人呢都是圆满的、本自具足的，所以这个漏修的就是情绪体层面上面的漏。我在以前的视频里面有提到过一个方法，叫做1221。这里呢，我要再重新去跟大家温习和讲解一下这个方法，它就是镜子法则。镜子法则是一种心理学的理论，它表达了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和经验是我们内在心理状态的投射，或者说是反应。这个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我们所感知和经历的外部世界往往是我们内在心理过程信念和情绪的反应。要修漏，就要先找漏。利用镜子的疗法，凡是外界让你感觉到被触发的，情绪上有强烈不适和波动的，它一定是你内部的这个漏跟这个外部的事件或者说是人产生了共振。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可以尝试去记录下来，然后晚上回到家，利用冥想或者说是你自己反思的一个过程呢，去理解、看到这个情绪背后的根源和诉求。大多数时候，看见就是疗愈的开始。看见之后，就好像你在重新去养育你这个内部伤痕累累的小孩一样，给他无限的包容和理解，无条件的接纳他有的一切情绪反应，停止对自己进行自我批判 PUA， 因为每一个情绪背后都有它天经地义的底层逻辑。无论是无力的、胆怯的、自卑的、懦弱的，还是邪恶的，我们从超越二元对立的爱的角度来看，存在即合理。所以我们可以去拥抱每一个曾经让他受伤的瞬间，这样一次一次看到、释放、和解的过程，就是最简单的我们可以做到的去补漏的过程。当某一天你再次遇到相同的曾经触发你的人和事的时候，你觉得不再有任何情绪的波动了，甚至觉得好像跟你无关的时候，那么很大可能就是这个漏已经被修好了。这样重新去养育内在小孩的过程，就是通往无敌的道路。修炼无漏之身是一种超越黑化的境界，它代表着对自身力量的完全掌握。黑化的模式里面，我们还是把责任加到曾经伤害过我们的那个对立面上面，它还是一种投射和创伤的反应。而在无漏之身的模式里面，我们清楚地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万物皆由我们的心造，我们的内境创造了我们的外境。如果有人伤害我们，并且对我们造成了伤害，一定是内部的漏先吸引了这样的频率，并且内部的漏对这样的伤害产生了共振。我们还要明白，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们自己，没有谁可以真正的伤害我们。当我们不再有投射，也就不再有敌人需要去对抗、去防备，因为我们唯一需要做到的，只是关注好我们的这颗心。
伤害和被伤害只是一场相互漏洞配合完成的戏码。如果你能够直接去摘除投影这场戏的这个投影源，就是你的这个漏，整个戏码它也就无法上演了。所以真正的无敌并非是有100种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让问题从根本上彻底消失。